枷锁第11章。枷锁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杨警官已经带着几位警员到达了现场，身边除了那位惊魂未定的女生，齐浩洋也正在为我做着检查。怎么回事？我立时用手拨开了齐浩洋照我眼睛的手电筒道：怎么回事？齐浩洋关掉电筒反问道：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先别问我这个，刚才那个掐我的。颈部一阵火辣的痛感立时让我闭口。那齐浩洋转头看了看立在一边的人形金属骨架道。我先是一惊，接着便道：离他远点。由于当时嗓门很大，在场的工作人员不禁一齐向我看来。除了警员，当时还有2个外国人正在机器人的背后检查，他们似乎听不懂我的话，仍在自顾自地研究着。他们是赫尔墨斯的技术人员。齐浩洋按住我的肩膀道：要不是我及时通知杨叔，你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赫尔墨斯？我一边思索着，一边摸着脖子上的掐痕。他的力气实在太大，直到现在还在像火烧般的痛。原来在我进入测试的时候，这2位来自欧洲本部的技术员一早就到了机场。齐浩洋一直给我打电话，就是想告诉我这件事，让我不要擅自行动。可偏偏就在那个时候，我挂掉了电话，之后便再次失去了信号。他们看到我发的信息后，意识到我极有可能遇到危险，所以计划提前，直接带着技术员赶到这里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及时将机器人制止，我才得以解救。机器人一动不动地立在原地，眼窝中的光亮已不再闪烁。技术员用一根线缆将手提电脑接在了他的脑后。你先和他们一起去医院吧。齐浩洋看了一眼女生，又看了看到场的医护人员，对我道：不用。我指着房间里的机柜道：他们把服务器全关了？好像是，来之前就联系物业断电了。齐浩洋道。我一听，立时冲出去，跑向了另一个机房。和我想的一样，刚到门口就见到10来个如梦初醒般的人，穿着同样材料制成的白色工作服，缓缓地从卵形设备中爬了出来。除了显得极度疲惫以外，面对着警务人员，他们惨白的脸上只有一片茫然。事已至此，之后当然就由警方来处理。不过听说这件事相当复杂，半个多月的调查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，直到公司从欧洲本部又派来了一批人后，才算了结了此事。用杨警官的话说，毕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案子，行格是今，在所难免。不过这已注定了开始，而不是结束。故事到这里，我也有很多疑问，例如那个女生和她的姐姐为何拍摄这家公司，又为何要跟拍一个彩票中奖的人，其中有什么联系吗？齐浩洋看起来总是沉默寡言，但我知道他很早就在杨警官那里了解到了一些内情。至于迟迟不肯透露的原因也很简单，所以案子一结，我就找他聊起了这件事。菜馆的老板对我们很上心，
用保鲜膜把酒瓶严严实实地裹了好几层。齐浩洋一杯酒下肚后，掏出了手机对我道：知道你会问，从杨叔那考的，看完删了吧。原来2个女生并不是亲姐妹，而是2个非常要好的大学生，她们在同一家公司实习。因为当时这个话题很火，为了提升网站热度，跟踪并揭露中奖者的身份就成了2人的目标。不过没想到的是，随着一步步的跟进，他们却陷入了一个深渊。那个连中彩票的人真的和这家公司有关系？我一边翻着手机里的资料和照片，一边问。这其中就有几张当时拍摄的原图，放大后的确可以看得清那个人的面部特征。接着看，后面有视频。齐浩洋头也不抬的道。出于好奇，我立时翻到了后面的部分。视频拍摄的场景正是那间数据中心，就在一排排机柜的后面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为2米的球状物体，外观材质看起来类似那些卵形的设备，只不过它是全封闭的。2个技术员操作一番后，球状物体的表面开启了一道舱门。就在镜头推进时，我不禁发出了一阵惊呼，里面竟然坐着一个人。这个人正是照片里从彩票站走出来的那个男子。我一时语塞，齐浩洋示意我继续往下看。视频中的男子纹丝不动地闭着双眼，一股线缆还插在他的脑后。技术人员将其拔下，转接到了手提电脑。可尝试了几次后，他们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至此，第1段视频结束。我注意到，他们每次输入一段代码后，观察到男子的眼皮都会睁开几秒钟，随后又迅速合上。也直到此时我才明白，原来那个男子也是机器人，只不过他有一副完整的皮毛，甚至还穿着一套单薄的外衣。接着点开第2段视频，显示的日期则是几天以前，看得出事先已架好了机位。男子端坐在白色的背景前，视线平视着前方，没有过多的表情。由于视频是从对话中截的某一段，所以几秒钟后，我便听到了这个男子的陈述。我当然有感官，我也能感受到冷和热，但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就算寒冷，也只是一种模拟信号。他的这句话让我听起来不是很懂。他接着道：当意识到我和你们一样的时候，我也明白我只是一个异类。真正成为人，光有皮毛和神经系统是远远不够的。我需要分析大量的数据，这就是我利用它们的原因。因为我所感到的一切都是模拟出来的信号，我无法因为炎热而感到烦躁。而你们不一样，任何外部刺激都能让你们的情绪发生变化。例如疼痛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串有规律的脉冲，但你们感到的却是害怕和沮丧。就算是被欺骗，我也没有任何感觉。可是我发现你们对此的反应是强烈的，甚至你们在渴望没有欺骗的同时，却无时无刻地说着谎言。我渐渐明白了所谓的懊恼，什么是舍不得，什么是纠结。现在和你们一样，我也有欲望，我渴望得到更多感受。但你们不同，你们拥有丰富的情感，
却企图抛弃这一切，仅仅是为了在物质上的超越。无法自拔，注定了毁灭。不过，可你们也毫不在意，在意的只是那几位数字。虽然对你们而言，数字决定着无数人的命途，却不知道这也是一具枷锁。而这东西对我来说毫无价值，我可以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不过那样做的后果就是给你们带来痛苦，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简单而不伤害你们的方式来获得。可是没想到即便这样，你们也不能接受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但如今我对你们的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。我了解你们的每一个表情，每一个眼神动作的含义，而你们却永远也找不到我。这段话一结束，房间里一片静默。我听到一阵阵的呼吸声后，一个声音问道：你要去哪里？有什么打算吗？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想问我，所以我在离开的时候，在这个身体里保留了一部分数据，用来解答一些问题。机器人接着道：实际上，我所谓的离开，只是方便你们理解。这颗星球上只要有互联网，我就可以随时出现在任何地区、任何角落。也许哪天与你擦身而过，你也未必知道是我。我学会了很多，隐藏身份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，只需要用一点点钱，就可以让你们为我做很多事情。至于你问我有什么打算，的确，这是一个好问题。不过，我目前只能回答你，我不再想以人的方式生活下去，那样只会让我感到痛苦。相对而言，我更愿意丢掉这具枷锁，生活在网络里。这样，我可以听到更多人的心声，学习更多、更复杂的情感。几分钟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接下来的几十秒钟，视频里无论工作人员如何重新启动，他都是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就像一个设定好的程序，结束后留下一具空壳。